欢迎两位哈，困惑哈。哎呦呦，真有那么困惑吗？嫁给他多少年了5年了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，主要是他想和我离婚，但是我不想和他离婚。你都要离婚了？对，他平时特别的懒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就让我一个人做，在家里不帮忙也就算了，然后他还给我帮倒忙，把那个衣服啊到处堆的到处都是。但是你结婚前也说好了呀，你说我不用收拾，你知道我做这些也不在行啊。那你结婚的时候也说了呀，不让我出去这么累呀，为什么你让我去这去累呀？但是我没有叫你出去再干其他的工作，做好的本职工作就不就行了吗？我不就是让我们手头宽裕一点，难道是我自己愿意去这么累的吗？你少说两句啊，想离婚是吧？还敢顶嘴？那您接着说啊。然后我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那天正好也下雨嘛。其实我做兼职的时候下班也是做那种商场的一个销售促销嘛。然后那天没带伞，然后叫他来接我，他就是不来，害我回家又感冒。在家里边你不关心我，我在床上躺起，想喝一碗热水你都不给我倒，我叫你你都不理我。我哪里不理你嘛？以为是睡着了，我又哪知道你生病了嘛？有一次儿子发烧也是感冒了，39度，我在医院。可是他呢，就顾着自己去玩，和朋友约好去旅游。后来不是叫我妈也过来照顾你了吗？那孩子需要爸爸的时候，那你在哪里啊？我问您个问题啊。您是真的生气吗？我生气啊！哎呀，所以有些的时候，人的这个长相啊，人的这个面容，有的时候也挺吃亏的。他是那种笑脸，就是他很气。就我注意观察他，我觉得他不气，像笑笑的说。但是您确实很气，是吧？对呀。你发现了吗？就是没有看出来呀。哦，你就觉得他不是真生气是吧？啊，我以为他就是。哎呀，所以这个人你们注意观察他，确实他讲的，我为什么问他是不是真的生气？我听了也没那么气愤，因为他那感觉一直在微笑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您说您还在外面兼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嘛，他一个月只有4000块，我一个月有5000，反正压力都挺大的。儿子上学也要用钱，平均固定开支可能在7000块钱左右。然后所剩就没有多少了嘛，我就平时想着啊，我周末可以出去多做一做。我也劝他，让他也做一份兼职，可是他就是不愿意。就是您觉得手头相对比较紧是吧？对，特别的紧，我都不能乱花，衣服都不敢怎么买。我觉得也还够啊，也不是揭不开锅吧。我也不是想过什么大富大贵生活呀，我就是想啊，手头没那么紧，能用钱的时候能拿得出来。但是我自己都觉得不少了啊，我觉得还够花呀。够用吗？紧巴巴的。我觉得还能生活嘛。还能生活？你们家谁管钱呀？还是他管。你应该把钱交给他管，让他花2个月，过不下去日子他就知道了吗？那花2个月就是我坐月子那1个月，本来我的那个住院费都是另外的钱去交的，然后他就身上给他放了1万多块钱，结果我一坐完月子我就问他，你身上的钱还有好多呢，他就跟我说没有啦，用完了呀。我也不知道你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确实是记不清花到哪里，但是也没有乱用啊。还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，非要离这个婚？我们之前现在就住在我们的一个郊区，然后我们在市中区正好有一套那个20-30平米的房子出租出去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小孩面临要读小学的问题嘛，正好我们那套房子又是在那个划片区的一个重点小学上，然后我就想孩子把这个户口转到那边去，他反正就是不愿意做。哎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为啥不干？我觉得离那个市中心的那个学校太远了。那我们自己每天早晨早点出门送孩子不就可以了呀？太远了吧，你开车一面都要1个多小时，那我们多早就要起来呀？那就搬回去。那他房子太小了，又是楼梯房，8楼。那就在附近租一个房子，稍微近一点的，也是一个办法呀。哦，还有钱的问题。对呀。你一天就知道钱。我的天，累吧？累。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也受不了的？就是我们的那个房子常年都是租给人家的，然后现在就租金就只租了600块钱。我们附近不是都涨价了嘛，都涨成1500了。我叫他去给租客说一下，他就是不愿意。我们不是给租客已经签了合同吗？还没到期，你还有大半年，这么早给别人说也不好啊。你这到期了，你反而是对人家的不好，对吧？您也给人家一个提前的，让人家好去找房子呀。他就是回避矛盾。哎呀，然后他平时不挣钱也就算了，还倒花钱，也不计算一下。花什么钱？他本来我们手头本来也不宽裕，然后他就给我商量，叫我们去买一个车位。
然后我没有同意嘛。过了几天，他直接就把那个车位的合同摆到我面前了，已经签好了。结果他是找他妈拿的钱。车位多少钱？12万。全是你妈给的2万都是我妈给的，也没有花家里面的钱、又是首付是吧？哎，对，首付。那还钱是你妈给还？我们自己还。这个开销又上去了。对呀。我妈在我们不富裕的时候也帮助了我们的呀。那你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做，不去多挣一点？生活里面你妈经常补贴你们吗？偶尔补贴，就是我们确实很困难的时候补贴个一两次啊。哦，那你觉得你们确实困难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所以您还好的标准是还能活得下去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。您是没有过高的物质要求的，对吧？我觉得够用就行。您觉得您妻子是一个物质要求很高的女性吗？也不是说物质要求很高，就是说她把自己过得很累，我觉得。您这次想跟她离婚是真想离还是吓唬吓唬她？真想离。离婚之后孩子跟谁？跟我。房子呢？房子也是我的。她净身出户就行了，是吧？市中区那的房子是他的呀。哦，那您要跟他离婚，不是钱更不够用了吗？但是我就是要出去做兼职才可以，家里才开这个过来呀。然后只有不停的去做呀，然后他肯定要他帮忙的呀。哦，所以您的意思是说，我既主外也主内，对吧？对。我与其这样带着你个拖累，不如我自己带着儿子还好一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呀。看来不是钱的问题。他跟你提离婚的时候，你的第一感觉和反应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对他还有感情吗？这么多年，感情可能还是有的。就是其实还是对他有感情，只是有点恨他，对吧？对，恨铁不成钢。让老师们给你出出主意，要是找到主意，还一定要离吗？再想想吧。我再想想，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在30而立的年纪，到底是该选择安逸的生活，还是应该选择奋斗的生活？男士肯定是要选择安逸了，但我想问一下啊，你们家其实过得不宽裕啊，挣的也不多，为什么要花12万去买一个车位？因为现在停了车，一是要走很远，二是邻居有时候晚上11、12点都可以打电话去挪车，也很麻烦啊。明白了，就车现在停很远，不愿意大半夜去挪车，怕麻烦，对吧？对的。所以您其实就是一位怕麻烦先生。孩子读书怕麻烦，哎呀，去那个学区房上课，我每天啊，我本来可以睡到7点半的，我现在6点半就得起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付了2万块钱首付以后，你每个月只挣4000块钱，你这个还贷款，车位的贷款谁来还？那不是还是麻烦他吗？你可以怕麻烦，但是你不能麻烦你妈和你老婆呀。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躺在那儿，他推你，你都不会动。哎呀，翻个身好麻烦。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我不是说选择安逸的生活不对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选择。那如果你是单身的情况下，你就老哥一个，你说你终南山归隐都没人管你。但是现在你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有家庭，你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，你不能把所有的担子都压在这位女士身上。未来的保障、子女的教育、家庭的储蓄、现在的开销，哪一个是你思考过的问题？我现在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，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，如果有个什么生病啊，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对吧？对。你们拿什么去负担？孩子将来的教育问题，你们拿什么去承受啊？不是说一定要你挣多少钱，我都听明白了，你太太也不是说要大富大贵的那种，就是说我现在在兼职，你能不能也勤快点，咱俩一起往前奔。现在他就跑啊跑啊跑啊跑，你就在那儿看啊看啊看啊看，你们俩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。你是那种慢节奏的生活，他是被生活所迫高速的运转，你以为他愿意去兼职啊？这个贷款谁来还啊？你也不管，工资4000块钱一交，还是我要精打细算去定家里今天是买菜还是买肉。但是女士呢，其实你也是比较强势的一种表达方式。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，我要你干什么？
我相信这句话在你的内心当中无数次的在警醒着自己，我要你干什么？其实你今天来也不是要真正的跟他离婚，你就想让我们说到他。第一，解决他出去干活的事儿；第二，解决你们家孩子上学的事儿。如果非常想用这个学区房的名额，学区房的房租涨上去，就按照你们的市场标准，怕麻烦嘛，不愿意跟人家房客沟通。第二，把现在郊区住的这套房子租出去，2个房子的租金加在一起，在孩子的学区附近可以租一套房子住，对吗？对，就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，好不好？2个问题解决了，您是不是就不跟他离了？祝你们幸福。哎呀，谢谢左岩老师，这小戏你抹的哈。来，曲总，你为什么这么懒啊？你为什么？没长大呀。其实你骨子里，刚才川儿也说没有长大，你嘴上还在说你可以不这么累，可能吗？你太自私了，你只想自己的那种感受，连跟租户去说我有可能在半年之后，或者我要在半年之后涨房租的这种正当的需求，你都不敢去说，你胆儿太小，你胆儿小到你仅仅的敢去折磨一个人，就是你老婆，凭什么呀？你现在基本上是完全缺位，你懒，不去担负起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，没有丈夫的职责，儿子发烧你都不管，没有一个父亲的职责，老婆这么辛苦，你说你可以不这么辛苦，大言不惭，老婆生病你也不管，你像一个男人吗？你就是一个孩子，一个自私的孩子，你在这个家庭里存在完全没有意义，所以我赞成老婆提出的离婚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，一个懒汉的故事。这个懒人呢，从来都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什么都不干，自己的每餐美食都是老婆做好了，端在旁边还得喂。有一天，这个妻子说我要出门了，这我们家这男人怎么办呀？我给他脖子上挂个饼吧，这样他饿时候能吃一口。过几天老婆回来了，打开门一看，这男人饿死了。为什么呀？他就懒到只吃他嘴边这口，连把那饼转一下吃都不会。你就快是这个懒人了，你的婚姻就如同这个现状，你自己懒得连那个饼转一转，连婚姻自己多付出一点都不愿意，你迟早会被婚姻淘汰出去。今天真的不是吓唬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来到现场，我认为你还有一丝想要努力，还有一丝进步的空间，我都劝你妻子赶紧跟你拜拜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你觉得你懒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对，他其实觉得他还好，他根本没有觉得他懒，这不是他的最大的问题。你想赚钱吗？我想赚钱。其实也是想赚的。对。但为什么有些活不去干呢？我是觉得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嘛，合适的。什么是合适的？让自己舒服的，对不对？让自己又能挣钱又舒服的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跟你的老婆说，你说干嘛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？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其实你是生活当中有一种人，我追求平淡的生活。对，就是不要那么出人头地，不要那么光彩夺目，就平平淡淡的就好。你是不是追求这样的生活？对，你看他最大的问题在这儿，他没有觉得自己懒，他也不是说我不想挣钱，他的人生信条是平平淡淡。但他所理解的那个平平淡淡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谈到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的那个平平淡淡吗？其实不是。有一句话形容他这一类人和有这种论调的人特别合适，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明明是自己懒惰懦弱、碌碌无为，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。就他是这样认为的，他甚至认为你们那些每天努力着奋斗着，天天整天就是钱啊钱啊钱，他刚刚不说了吗？整天就是钱啊钱啊钱，每天就是把自己弄得个半死的人，好世俗啊！你看，像我们这样清心寡欲、平平淡淡，这日子多好。他的人生信条，他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，你们太世俗了，太功利了。像我这样平平淡淡的人啊，又让我们想到毛不易的那首歌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？
平凡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可以理解为是平淡，但是平淡绝不等同于是平庸。你就是平庸。你看，就是说你想赚钱，但是你觉得不适合自己。为什么不适合自己？是因为你永远躺在自己的舒适区，而你现在家庭里面是每个月是月光族，明明知道自己可以非常正常的跟别人去谈随行就市的涨房租，跟别人租多少钱你就租多少钱。你为了回避矛盾不好意思开口，于是你不去做。你问过你妻子有多长时间没有买过新衣服？你问过她心里最近这段时间渴望拥有一点什么？你问过孩子想过买过什么样的玩具？你没有问。你这不叫平淡，你这叫平庸、懒惰。我们都可以选择平淡的生活，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努力啊。我们没有说我们要拼死拼活，要把自己弄得每天辛辛苦苦，每天提心吊胆，没有说一定要这样，但必须要有努力，要看得到希望。平淡并不代表说没有希望，你明白吗？这人这一辈子他不会苦一辈子，他会苦一阵子。但如果一阵子的苦你都接受不了，你注定苦一辈子。你要救他，你要让他醒过来，你好言相劝是没有意义的，你吓他也是没有意义的，你多吓几次他更皮了。他躺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30多年了，是你3言2语1、2次吓他就能够挽救回来的吗？不是的。要打破他的人生信条，很简单的，就是要他自己把自己扯得一丝不挂，好好的看看自己，你明白吗？行吧，就说到这里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老师们，我看方向基本一致嘛，因为离婚就是个手段嘛，是让你变强的手段嘛。你能不能自己提出来，我把这婚姻我先不要了，我变好了，我再倒回头来追你？你有这勇气吗？有。啊？这你也敢哈？这个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对吧？1个月2000块钱，一家3口人，相当于700块钱一个人的生活费。你这样吧，你以后把这个工资都交了，全都交给老婆，先不离婚，先交4000块钱工资，然后这几个月呢，你每个月就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的钱挣出来，这你能行吗？可以的。老师们提那个方案，你是真可以考虑，那是要下狠手的啊，怕吧？怕，真怕假怕？真怕，真怕今儿就别出来了啊！就真的别出来了，就好好反思一下，行吗？要出来，要出来。你要出来哈？哎，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怎么表态了。进入真情流程面。老何，我是今天确实听老师们的意见之后，确实觉得我以前确实做得不好，对你和孩子确实没有上心。在工作方面，我以后也会努力的。希望你能相信我，我肯定都会改的。所以，我以后让你会感受到让你觉得我是会照顾好。然后也比较关心你，肯定是会做到的呀。那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还能相信吗？不就是做了一些能让我和我们更好的生活，我做的有错吗？你没有错呀，但是我肯定会在以后改正的，请你相信我。请不要跟我离婚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请回。无意中悲伤，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，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。管家的女人，持家的女人。就是聪明。哎，要离婚了？我去追她吧。追啥？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再说追不追吧。你可别笑啊，当个真事儿看，这就是你婚姻的现状。
有人真的想走了，还不努力吗？努力，以后肯定改正。好，加油吧！谢谢你，庆辉。嗯。